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继续聊聊我对新三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看法。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作为互联网抽象圣体的新三国，之所以能够为观众们贡献大量的网络热梗和乐子，就在于它以一种无厘头的方式，把所有人物都还原为赤裸裸的尔虞我诈，从而彻底解构了《三国演义》原著中所蕴含的中国古典价值观，也就是仁义和忠孝。例如，原著中的关羽被塑造的温和儒雅，而新三国的关羽则被刻画成了一个极其傲慢自大、让人心生厌恶的角色。张飞则直接被刻画成了一个暴躁嗜杀、毫无理智的白痴，而刘备被塑造成了一个虚伪厚黑的黑社会大哥。虽然新三国几乎把所有人物都恶搞了一遍，但因为《三国演义》主要是一部尊刘的作品，因此刘备阵营受到的相对损失是最多的。这当然也彻底消解了原著的悲剧感和美学体验。在原著中，刘备、关羽和诸葛亮的死亡是令人伤感的情节，而在新三国中，当观众们看到关羽、张飞之死时，纷纷鼓掌叫好。然而，正如我们上期视频所说的，虽然新三国是一部粗制滥造的剧，它与真实历史上的三国人物显然也有极大的距离，但比起《三国演义》原著，或许还要更近一点。在那个时代，诸侯们比拼的其实是谁更没有下限，谁能更彻底、更冷酷地汲取民力和榨取财富。所谓神机妙算和雄才大略，在真实的权力游戏里，往往比拼的是谁更能毫无底线地撕毁契约，谁更能毫不留情地把底层百姓当成纯粹的消耗品。当然，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如果你对任何文艺作品产生美感和触动，这本身都是没有问题的。审美体验是多元且私人的，我们不需要给自己私人的情感体验套上政治正确的枷锁，或者强制自己符合某种道德洁癖。并不是说一部作品不符合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我们就不应该从中感受到美。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叙事，也可以保持多样化的叙事。我做视频的初衷，也是为了观察它与真实历史的距离，但就算是真实历史，也并不具备规范我们情感的权利。那在上期视频发出来后，我看到有网友反对说，忠义是超越时空的正面价值，不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苛责古人，不能用现代社会对于人权和自由的社会共识去批评古代的社会共识，因为他们无法预知后来的历史。这种观点很常见，而且听起来很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就先从这里聊起。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首先，当我们批评和否定《三国演义》中的那些英雄人物时，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用今天的价值观去否定古人呢？我觉得这种观点的迷惑之处在于，它模糊了理性的局限和权力的洗脑。我们承认古人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不能说柏拉图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反民主的人，因为他们的思考是真诚的，他们是站在一个普遍理性的角度去推导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正义的。如果一个有理性的现代人穿越回2000年前的雅典，面对当时的社会形态，他很可能会得出和柏拉图一样的结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当然无法预知未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局限性，当然是不应该被苛责的，因为他们对善和正义的理解是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的。而《三国演义》所讲的那种忠孝节义，则不具备这种跨时空和普遍性的价值。很多人会误以为所有的古人好像都是铁板一块，都是彼此认同的，但实际上魏晋时期的古人和明清时期的古人并不是一类人，你所维护的那个古人价值观，未必是三国时代古人的真实想法。正如我们在去年5月25日的那期视频中所讨论的，中国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遭遇巨大动荡后，不断地向着封闭、保守和僵化的方向倒退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开国时期，
众诸侯和大臣们推举刘邦当皇帝时，列举的理由是刘邦的功劳最大，推翻了暴秦，打败了项羽，同时与大家分享胜利果实，理应当皇帝。这里没有任何斩白蛇之类的神话故事，也没什么虚无缥缈的天意。此时的汉帝国更像是一个刘邦和功臣们共同出资、按劳分配的公司。刘邦的权力是相对的，是基于现实成就而非神赐。然而到了后世，统治者们意识到这种基于契约式的权力不太稳定，于是他们开始不断地引入迷信、神话故事和人身依附的伦理。权力不再基于现世的功劳，而是基于天意。在臣民对君主的认同中，契约的成分越来越少，而那种基于神权的人身依附和主奴关系则越来越多。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社会陷入了彻底和全面的礼崩乐坏，弑父、杀兄、篡位、政变等现象极度频繁，许多政权迅速崛起又迅速垮台，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完全被抛弃。从唐朝中期开始，已经有许多儒家士大夫开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感到深刻的焦虑。面临唐宋之际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入侵，儒家学者们几乎是本能地强化了这样一种防御机制，通过不断地贬低夷狄的饮食、风俗和宗教，声明华夷之辩，以维持儒家正统文化的优越感。比如欧阳修写了《正统论》《春秋论》，强调王制和儒学的大一统，反复强调夷狄、佛教和道教的危害；写《朋党论》，强调君子小人之大防；写《宦者传》，讲述女性和宦官的祸害，表彰忠孝节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认为，一个社会之所以安定，不在于制度是否公平合理，而在于意识形态是否足够统一。只要思想高度一致，哪怕制度有瑕疵，国家也能长治久安。反之，即便治理得当，只要存在异端，就必将天下大乱。宋代的儒者甚至连李世民与魏征这种儒家的君臣模范也要批判，比如认为魏征曾经在太子李建成那里工作过，所以即使后来在李世民那里成为了一个贤臣，也不足以称道。宋代儒家不仅不欣赏唐朝的这种有限的包容和开明，反而认为正是因为唐朝的这些开国领导者自己都破坏了君臣之道，所以唐朝后来才礼崩乐坏，纲纪堕落。天下可以没有魏征这样的贤臣，也不能失去了君臣之道。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推崇忠孝节义，但在历史上，这种价值观其实经历了一个逐渐走向僵化封闭的过程，也就是越来越趋向于追求绝对的纯洁性和忠诚，以至于《三国演义》之中会出现刘安杀妻这种极其扭曲的情节。就是猎户刘安看到落难的刘备，发现家里没有肉，竟然把自己妻子杀了，割下手臂上的肉给刘备吃。而小说对这件事是正面评价的，将其视为一种对君主极致的忠诚。虽然那时候的刘备并不是君主，但这真的是三国时代的古人普遍具备的价值观吗？实际上，这更像是宋明理学将三纲五常教条化之后的产物。正如中国古代的食人一书所记载，到了宋代，那种割下自己的肉以奉养长辈的孝举在官方记录中爆发式增长，且大部分被割肉的对象都是女性。当一种文化陷入系统性的危机时，它不仅不能通过增加开放性和复杂性来解决危机，反而是陷入了道德上的内卷和纯洁螺旋。在这种极端的逻辑下，《三国演义》对所谓的投降派有着激烈的贬低。在小说和央视版《三国演义》里，任何不愿为汉室殉葬的人都会被刻画成贼眉鼠眼、毫无气节、不忠不义的反面典型，比如乔州和王朗。但为什么坚持复兴一个腐败的汉朝就是绝对的正义？作者始终没有证明这个问题，因为忠诚就应该是无条件的。但这种愚忠很大程度上是后世的文人有意剪裁出来的，而为了否定这种价值观，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站在现代人的视角，而只需要引用一部分古人的视角就够了。虽然这些人的力量微弱，但也足以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人并不必然如此。
比如我最近读到了公众号史料搬运工的文章少几个武乡侯，多几个苍然老贼，作者展示了一个与大众认知不同的王朗。在《三国演义》和大多数读者的印象里，王朗是那个被诸葛亮骂得狗血淋头，最后羞惭而死的小丑。但在真实历史上，王朗尽管并没有忠于汉朝，也没有做成太大的功劳，但却远比诸葛亮、曹操、刘备这些人要更加接近现代价值观。东汉末年，王朗做过会稽太守，他发现当地百姓正在祭祀秦始皇，把秦皇的木像放在庙里崇拜。王朗知道秦始皇的真正面目，他认为秦始皇是无德之君，不应受到祭祀，于是清除了秦始皇的木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秦制的批判并不必然需要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很多人会觉得，对秦制的否定是站在现代价值观出发的，秦制整体上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的，不能要求古人做出超出自己时代的事情。然而，我们对古人的定义，往往是被后世某种特定权力话语筛选过后的结果。人们很容易把走向衰落和僵化之后的中国文化视为所有古人的真实想法，但这恰恰是我们人为选择的结果。王朗后来在曹魏担任司法官员，曹操设置了各种特务监控下属，许多人被罗织罪名丢了性命，而王朗总是坚持疑罪从轻，能轻判就轻判。在那个时代，王朗选择投降，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他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死，也没有诸葛亮那种鞠躬尽瘁的悲剧感，更没有割据称霸一方，而是选择在这种高压体制下尽自己所能的做一些务实的小事，但这反而比那些英雄更加接近人的价值。曹操死后，王朗不断地建议曹丕减轻刑罚，让民众休养生息，少鼓励那些酷吏，要建立起救济制度，免除百姓的劳役和负担。这样做对民众好，对曹魏政权也有好处。为了劝谏成功，王朗必须站在帝王的立场上去解释这么做的动机。然而没有证据显示曹丕采纳了这些意见。但王朗最大的成就当属阻止肉刑的恢复。肉刑指的是剁脚趾、割鼻子等对人体造成永久性残缺的酷刑。这些酷刑在汉文帝时期被废除，后来曹魏政权3次试图恢复这些酷刑，而王朗则是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如果政府觉得惩罚太轻，可以增加徒刑的年数，但不必恢复这些酷刑。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王朗成了一个纯粹的小丑。王朗并未绝对忠诚于某一个王朝，但这种务实和对具体生命的关怀被有意的忽视和埋没了，而将百姓视为炮灰的诸葛丞相却成为了正义的化身。如果说王朗在权力缝隙中保护微小的个体，那么刘璋则是用自己的名声和政治生命来换取了一州百姓的生存。在《三国演义》中，刘璋被贴上暗弱昏庸的标签。暗弱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个道德评价或者性格缺陷，它通常被用来形容刘表、刘璋这样的弱势领导。他们对内部的控制力不足，没有完成对本土豪强的大清洗，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政权的汲取能力受到限制，政府没法随心所欲地征税，没法随时拉壮丁，同时也缺乏强烈的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冲动。在三国时代，凡是军事力量强大的政权，都是建立在对内摧夷豪强的基础上，使百姓原子化，从而更大力度地汲取人力和物力，而这种人力和物力又能进一步支持他们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因此，如果我们站在普通人的视角，就会发现暗弱并非一件坏事。比如在刘备和刘璋的战争之中，当时刘备孤军深入，后勤匮乏，有人向刘璋提出了一个阴狠但非常有效的建议，就是把当地百姓全部驱赶到涪水以西，烧掉所有的粮食和庄稼，修好防御工事，这样刘备军队就会因为无法获得补给而崩溃，这正是刘备最恐惧的招数。然而刘璋却说，我只知道抵抗敌人是为了保护百姓，没听说过要靠折腾百姓来躲避敌人。即使如此，刘备带着顶尖的团队攻打这样暗弱的刘璋，仍然打了2年多，
直到刘备包围了成都，刘璋手下的吏民仍然愿意抵抗到底。刘璋认为自己对百姓并没有什么恩德，3年来百姓陷入战乱都是自己的过错，因此不愿在战时百姓受苦，最终选择投降。作为对比的是，在蜀汉政权后期，邓艾的军队还未到成都，蜀汉官员和百姓就已经纷纷逃命或者望风而降，不愿抵抗。可以看到蜀汉政权的不得人心，在外部压力下，蜀汉政权表现出了比刘璋政权更差的韧性。中国历史教育容易培养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就是一切都可以用时代局限性来辩解，不论一个古代的制度多么残暴、反人性和倒退，只要强调这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历史规律和人民期待的，不能以现在的标准要求古人，于是一切就都变得合理的。这种史观先入为主地预设了中国历史是一条永远向上、线性发展的直线。我们默认社会总是越来越完善，文明总是越来越高级，一切的牺牲和苦难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时代的阵痛，是为了生产力的进步，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但事实上，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能发生倒退和僵化。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的古人的想法未必是全部的真相，而更可能是一部分现代人为了论证某种必然性而强行投射在古人身上的滤镜。正如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秦始皇的时候说，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秦朝创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因为原来各自为政的政治形态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因此尽管秦始皇的统治是空前暴虐的，但这些缺点也只是急于求成而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出发点是好的、进步的，只是方式和手段有问题。然而这种观点并非中国古人的主流想法，对秦始皇和秦制形象的美化，恰恰是在20世纪，尤其是在文革时期走向登峰造极的一种政治宣传而已。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